看见前任结婚照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他还爱着我，不然他老婆的脸怎么会7、8分长得像我？之前因为父母的压力我们分开，现在我就是死也不会将多金帅气的前任溜走。沈佳佳再次看到前男友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我只是看了他一眼，就再也不想错过他。至于我老公，那个没出息的胖子，哪凉快哪待着去吧。跟他结婚2年，我真是过够了这种穷酸日子了。想到这里，我看着一群接孩子的家长中，那个英俊挺拔的秦子阳，笑容更加灿烂。几年过去了，秦子阳一点变化也没有，他跟以前一样，即使是在人群中也那样醒目。秦子阳看见我，先是愣了1秒，然后像是确定了我就是沈佳佳，眼神中露出藏不住的喜色。佳佳，你是这里的舞蹈老师啊？太巧了吧，确实是太巧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的前男友竟然已经有了个4岁的女儿。虽然一直觉得这个小女孩眼熟，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我教了近1年的圆圆小朋友，是我前男友的女儿。我虽然有些尴尬，但是更多的还是惊喜，随即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回应秦子阳：是啊，没想到圆圆是你的女儿，太巧了。圆圆最近进步很大呢，这学期结束就可以从宝宝班升到预备班了。下节课是我们的汇报课，圆圆爸爸记得要来看我们圆圆表演哦。秦子阳说过，他最喜欢我笑起来的时候月牙一样的眼睛，他说我的笑容甜得让他牙疼，所以我笑得更甜。我要让他想起以前跟我在一起时候的甜蜜时光，我要他再次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秦子阳果然对我旧情难忘，牵着蹦蹦跳跳的圆圆，却对我1步3回头。看来我成功的概率很高。我跟秦子阳是大3下学期的时候在一起的，他是我最舍不得的一个前男友。舍不得他高大英挺的外表，舍不得他对我深情的眼神，舍不得他在我过生日时送给我的 Gucci 包包，还有他那辆黄色的保时捷跑车。跟他分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坐上保时捷了，我真的很怀念。我知道要拿下秦子阳这样不差钱的公子哥，除了要长相好看、身材迷人之外，还要听话懂事、温柔体贴。见过形形色色男人的我，自然是很熟练的。可是秦子阳的父母不喜欢我，他们稍微打听了一下，就知道了我的家庭情况。我出生以后，爸妈就离婚了，后来各自成家，都视我为累赘，我是奶奶带大的。奶奶身体一直并不算太好，我们7拼8凑的借到了大学学费，日子过得十分拮据。这样的家庭背景自然配不上秦子阳，所以他在回家过暑假的时候跟我提了分手。虽然我用尽手段挽留，秦子阳却在父母的施压下跟我断了干净。现在他重新出现在我面前，难道不是老天爷在帮我吗？我的心里重新燃起了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期待，不由得嘴角上扬。直到徐志远出现在我眼前，我的笑容瞬间僵硬住了。你老公又来接你下班了？佳佳，你也太幸福了，哪像我家那个只知道打游戏。同事小李从身后轻轻推了推我的肩，语气中满是羡慕。有什么好羡慕的？徐志远只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出生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民，辛苦了3年，好不容易凑够首付买了房子，现在他的工资每个月还贷款就不剩多少了。这样的穷日子有什么好羡慕的呢？我敷衍地回头对小李笑了一下，算是表示谢谢他对我老公的赞美。佳佳，我看下雨了，就过来接你了。徐志远收起一把宽大的黑伞，在门外轻轻抖落伞上的雨水。他身穿一件并不合身的蓝色棉袄，肥大的肚子被短款的棉袄紧紧裹住，甚至还露出了一点肚皮。裤腿处短了一截，露出的下半段小腿、脚踝和鞋子上都是烂泥。此时已是冬天，下过雨后，室外的温度比室内低了不少。徐志远进门以后，带着雨水的厚重镜片上又结起一层白色水汽，衬得他的脸更加黑黄。他整个人看上去是那么的狼狈又滑稽。你等我换个衣服，我淡淡的对徐志远道，心里却对他的突然出现颇为不满。怎么好好的被他破坏了我跟秦子阳重逢的心情呢？真是扫兴。换完衣服，我径直快步走出舞蹈中心，眼神没有在徐志远身上停留1秒。徐志远小跑着追上我，佳佳，你把我给你带的羽绒服穿上，外面可冷了。我颇为厌烦地将手伸进他撑开的羽绒服里，眼睛已经再也忍不住往上翻，露出大块眼白。车你停哪了？我皱眉不耐烦地问。此时我只想赶紧回家。你忘了呀，车坏了，得修3天的，今天早上我才送过去的。徐志远看出了我的不耐烦，声音渐渐变小，然后逐渐淹没在雨声里。我却将每个字都听得真切，然后气到控制不住地对他大吼起来：这么大的雨，你不会要打车吧？这得猴年马月能打到车。还有你那辆破大众什么时候才能换掉啊？他1年得修多少次？
我沈佳佳嫁给你就是受这种罪的吗？我真不明白，徐志远都没有车还来接我干嘛？这不就是要我大雨里一边打车一边看着他的脸受气吗？打到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我沉着脸坐上出租车，一言不发，低头开始玩手机。这个时候，我看到圆圆妈妈拉了一个人进舞蹈班的家长群，那人头像上西装革履，是秦子阳。按照舞蹈中心规定，舞蹈老师有义务加上学生父母的微信，我当然照做，迅速加上了秦子阳的微信。在等待他同意的时候，我好奇地点开了圆圆妈妈的朋友圈，我想知道为什么1年了我都没发现圆圆是秦子阳的女儿。圆圆妈妈很少发朋友圈，朋友圈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条转发的公众号链接。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好像也从来没见过圆圆妈妈来接圆圆回家，都是保姆阿姨来接圆圆的。我心中暗道怪不得的时候，秦子阳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这个时候一定要沉住气。我故作官方的给秦子阳发过去一条信息：圆圆爸爸你好，我是佳佳老师，下周日的课是我们本学年结束的汇报表演课了。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孩子的舞蹈学习情况，我们会在下周上课之前来对每个家庭进行一次回访。请问咱们圆圆家什么时候有空呢？很快，秦子阳就给我回了消息：佳佳，你跟我还这么见外，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子阳就行。我们家周一晚上就可以。我看到秦子阳的信息，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秦子阳大概也是对我旧情难忘吧，而且时间就定在周一，想来是迫不及待想见我的。过了没多久，他又发来了一条信息，刚刚好验证了我的猜想。佳佳，周一圆圆妈妈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我轻笑出声，已经能想象到手机对面的秦子阳是怎么急不可耐的要见我了。别着急，来日方长呢。周一，我如约来到秦子阳家。我站在4层楼的欧式复古独栋别墅前，从上到下仔细地观察着这栋别墅。真好看呀，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该有多好。突然，我的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如我来当这房子的女主人吧。按响了门铃以后，阿姨很快就来给我开了门。圆圆见到我，咯咯地笑着跑向我，小小的身子一把抱住我的腿。佳佳老师，我宠溺地摸摸圆圆的脑袋。圆圆啊，你这么喜欢我，以后我就让我给你当妈妈吧。我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线。佳佳老师，快进来吧。秦子阳在家里穿得很休闲，宽松的上衣下隐约能看出结实的肌肉线条。他直勾勾地看着我，眼神甜蜜的要拉出丝来。偌大的客厅里，我熟练地走着流程，让圆圆完成了几个宝宝班学的基础动作，然后放起音乐，带着圆圆完成了一支小舞蹈。结束这些以后，我象征性地跟秦子阳聊了聊圆圆在家练习舞蹈的情况，又闲扯了几句家常。做这些事无非就是掩人耳目，毕竟家里还有个阿姨。时机差不多了，秦子阳心领神会地叫来了阿姨：张姨，你带圆圆去院子里玩一回吧。佳佳老师第一次来我们家，我带她参观一下。阿姨答应着带走了圆圆，我跟着秦子阳走上了楼。佳佳，我好想你呀！刚刚走到2楼楼梯转角处，秦子阳急不可耐的就一把搂住我，双手在我腰间游走。我轻哼了一下，佯装惊讶的嗔怪道：子阳，你这是干什么呀？佳佳，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漂亮，身上的味道都没有变，是没变。我特地用了当年他最喜欢的栀子花香。秦子阳将头埋在我的肩颈，贪婪地嗅着我身上的味道。子阳，在这里这样不好。我欲拒还迎，扭捏地推开他，眼睛左右瞟了瞟。秦子阳斜嘴一笑，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拉过我的手，将我带到了卧室。卧室的欧式装修复古而奢华，久别重逢的我们一下就陷入柔软的席梦思床垫中。替云有雨间，我目光扫到床头悬挂的巨幅婚纱照上，那个穿着白色婚纱的女人好像变成了我的脸。一番纠缠结束，我迅速将自己整理好。秦子阳将我送出门，眼神中满是意犹未尽。我装作娇羞的低头微笑，明白自己的计划已经有了个好的开头。回到家，徐志远已经做好了一桌饭菜等我。其实我一直不清楚徐志远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不仅是因为编程代码那些东西我一窍不通，还有就是我也懒得去管他。他不像其他程序员那样经常加班，一般下班都很准时，所以做饭的任务都是由他完成的。也是，他如果像别人那样努力上进，肯定不会让我像现在一样紧巴巴的过日子。想到他我就生气，也没什么心情吃饭，坐在饭桌旁胡乱扒了几口，就起身想进房间休息。这时徐志远突然叫住我：老婆，我明天要去甘肃出差，那边有个项目，可能要去2个月，但是应该来得及回来过年，那边的项目比较棘手，本来不用，
知道了，那你今天得把行李收拾一下。我根本不在乎徐志远到哪里出差，也不想听他絮叨这些琐事。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了。正想进房间时，突然我想起了什么，转头又说：“老公，我来帮你收拾行李吧。你出去这么久，东西得带全。倒不是我真的想帮徐志远收拾，只是现在我的计划才刚刚开始，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得顾两头，小心为上。”徐志远没料到我竟然会提出帮他收拾，立马眉开眼笑，肥头大耳的脸上笑出了不少褶子。还是老婆对我最好了，这么多年了，徐志远还是这么好哄，跟以前一样蠢。幸好是晚上吃的不多，否则看到他此时满脸油腻的模样，我都忍不住想要呕吐。我强忍着恶心回应他一个微笑。徐志远出差以后，我跟秦子阳的联系便不再需要小心翼翼。在圆圆的学年汇报课结束以后，我收到了圆圆妈妈发来的微信：佳佳老师，我们圆圆特别喜欢你，但是我们想让孩子有个更好的环境学舞，以后能不能麻烦你到我们家里来上1对1私教课呢？我跟我先生商量过了，我们可以把负1楼的棋牌室简单装修一下，变成舞蹈房。你的酬劳就按圆圆原来学费的3倍单独付给你，真是天助我也。我马上答应了圆圆妈妈的提议，跟她商定每周的周1和周3晚上给圆圆上课。我没想到我的计划竟然会这么顺利，好像所有人都在帮我。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怪我了。我开始明目张胆地出入秦家，而每次我去上课的时候，圆圆妈妈都不在。听张姨说，圆圆妈妈在练瑜伽，周1到周4晚上都有瑜伽课，所以我跟秦子阳便愈发大胆。1个小时的私教课，我基本都是上半个小时课，就嘱咐圆圆自己在舞蹈房练习，然后跟秦子阳私会去。4层楼的豪华别墅，每个房间都是我们优惠的绝佳场所，书房、客房、酒窖、卫生间，1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已经将这栋别墅的角角落落摸了个清楚。看来在做女主人这件事上，我确实很有天赋。秦子阳已经被我迷得5迷3道。佳佳，能跟你重逢真好。意乱情迷间，他眼神迷离地看着我。我头发随意地散落下来，一声轻哼以示回应，缱绻的音调让他更加疯狂。秦子阳对我的满意程度是用物质实际的表现出来的，包包、首饰、手机，他跟以前一样大方，甚至是更大方了。毕竟他现在已经全面接管了家里的公司，有了绝对的话语权，物质条件比起上学时好了不止一点。秦子阳像是吹进我庸碌无趣生活的一阵清风，事业有成的他比年少时更加吸引着我。你本来就是我的，我暗自掐紧手心想着。子阳，当初分手以后，你这么快就结婚了，我还有些怪你薄情寡义，但是看到你老婆跟我长得这么像，我才明白你对我还是用情至深啊。我侧头瞄了一眼床头上方那张婚纱照，又转过头深情地看向秦子阳。这个女人真是可悲，顶了一张与我7、8分像的脸进了秦家，老公的心思却都在我身上。男人修长的手指穿过我的长发，摩挲着我柔软的耳朵，可是他戒指的冰冷透过温暖触摸的间隙清晰地传来，让我的眼神中多了一丝凉意。我明白，我一刻都不能松懈，得抓紧时间实施我的计划。可是就在一次下课以后，我回到家里时，徐志远却提前回来了。我拎着秦子阳刚送的最新款包包打开门，徐志远手捧一大束红色玫瑰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被吓了一跳，讪讪地接过花束。老公，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徐志远在看见我手上的包后，喜笑颜开的脸上闪过一丝呆滞。工程比较顺利，老板就提前给我们放假了。此时，徐志远又恢复了笑容灿烂的样子，喋喋不休地开始跟我分享出差期间碰到的趣事。我有些心虚，只能尽量捧场地应和他。不知说了有多久，徐志远突然问：“老婆，你是不是发年终奖啦？买的新包包还挺好看的。”我一听，瞬间放松下来。是啊，今年我班上虚报率高，老板给的奖金都翻倍了，幸好虚惊一场，毕竟以徐志远的脑子是不可能猜到的。老婆真棒啊，他笑着向我扑来，活脱一只黑熊。我的身体本能地向后闪了一下，但立即意识到不妥，又张开双臂迎上他，可不能露出一点马脚啊。晚上，我拿着手机算着自己的月经，这个月的月经已经过了5天还没有来，上个月也是只来了一点点就停了。我一直有月经不调的毛病，本来没有太在意，但是现在徐志远回来了，我得更加小心。我借口出门散步，自己偷偷溜到药店买了验孕棒。在公厕里，验孕棒上鲜红的2道杠让我一下子愣住了。不会吧，我跟秦子阳每次都戴，怎么会中招呢？我有些头疼，拿着验孕棒迅速思考着对策。那就还是用老办法吧，我自言自语道。扔掉验孕棒，我快步回了家。我洗完澡，换上一身蕾丝睡衣。徐志远此时正坐在床上玩着手机，见我这身打扮，眼前一亮。
老公辛苦了，今天让佳佳好好犒劳你。我散下头发，微眯着眼睛爬向徐志远。徐志远自然是受不住我的勾引的，从来都是这样。秦子阳一直想要个儿子，如果这次我运气好能够怀上男孩，我就有了70%的把握成为秦太太。可现在显然不是跟徐志远摊牌的最好时机，后面的每一步我都要好好计划，必须要确定秦子阳跟他老婆离婚以后，我才能徐志远摊牌。所以我心里虽极不情愿，但是现在为了保住孩子，只能先委屈一下自己。夜深人静，结束一番恶战的我躺在床上，耳边传来徐志远雷般的鼾声。看着漆黑的天花板，我回忆起往事。徐志远是我的大学同学，在大一迎新晚会上对我一见钟情。我自然看不上其貌不扬还囊中羞涩的徐志远，但是身边跟着几只舔狗也不是坏事。而他是众多舔狗中最合格的一只。在我所有需要他的时候，他都第一时间出现。我享受这种感觉，既不答应他的追求，也不拒绝。偶尔约他吃个饭，看个电影，他便能开心上好几天。这样的关系并不会耽误我继续寻找男朋友。直到在大3时的一次跟外校的联谊活动上，我碰到了秦子阳。满身名牌，长相帅气，这样的秦子阳走到哪里都是焦点，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他。我有意接近他，然后装作无意地制造一些身体接触。秦子阳那样的花花公子，自然不会放过我这样秀色可餐的美人儿。在确定关系以后，我更加清楚秦子阳家中财力之雄厚，也明白自己要好好把握他。于是将身边那些不入流的追求者纷纷拒绝，想专心跟秦子阳谈恋爱。但是我还是没能过秦子阳家里的那关。我们仅仅谈了1个学期，放暑假回家的时候，秦子阳便在父母的施压下跟我分了手。秦父秦母不愧是做生意的人，手段十分强硬，除了警告秦子阳不跟我断绝关系的后果严重之外，还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断了进秦家的念头。聪明如我，自然不会因为一个秦子阳就消沉，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重回情场。可我真的很倒霉，在秦子阳之后，我再也没碰到过他那样优质的男生。不仅如此，远在老家的奶奶身体每况愈下，不久我就收到了老家奶奶生病住院的消息。奶奶病得很严重，以我家的积蓄，根本不可能看得起这个病。我想了很多办法，求助了很多以前围在我身边的那些人，但他们一听到钱的事，纷纷溜之大吉。情急之下，我又想到了徐志远。还好，仅仅2天，徐志远就凑够了我奶奶的治疗费。我不清楚以他那种的穷酸样是怎么在2天之内凑齐我奶奶近80万的治病钱。当然，我也不关心，奶奶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只要奶奶身体健康。而徐志远，无论他是用了多么极端的方式凑够了这笔钱，跟我没有关系。我只需要微微蹙眉，眼中含泪，楚楚可怜地看他一眼，他就愿意为我做任何事，这就够了。但是经历过奶奶生病这件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傻乎乎地把希望寄托到不确定的男人身上。漂泊不定，没有依靠的日子，我再也不想经历了。我要跟徐志远在一起，至少他永远不会抛弃我。只是现在情况有些变了，徐志远谈了一个女朋友，叫什么琪琪，全名我记不清了，反正也不是很重要。不过问题不大，我见过那个女孩，身材臃肿，长相更是丑陋粗俗，跟我完全不能比。但即便我有很大的把握可以将徐志远抢过来，我还是不能草草下手。如果仅仅是在徐志远面前说一些绿茶语录，这就太低级了。我沈佳佳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我假借感谢徐志远的名义，将他和他那个女朋友约了出来。在吃饭时，假意跟那个傻子一样的琪琪聊得十分投缘，哄得琪琪把我当成了好姐妹。后来每次他跟徐志远有了矛盾，都会找我诉苦。我明面上劝他想开一点，背地里却总是暗示他徐志远可能并不喜欢他。琪琪比徐志远还蠢，听了我的话，跟徐志远吵得更凶了。佳佳，他又自私又幼稚，心里只有他自己，他根本不爱我。佳佳如是说。我知道我的计划成功了一半。琪琪，你再给他一点时间，男生也需要时间成长的。我苦口婆心地劝着，心里却开了花。然后没有多久，就等到了他们2人分手的消息。分手那天，徐志远满脸愁闷地找到我，向我抱怨琪琪作天作地的大小姐脾气。我知道时机成熟了，向前抱住他，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慰道：志远，没事的，这不有我呢吗？我一直在你身边啊，其实你可以转过头看看我，我一直在等你。至此，我终于完成了这场表演，将徐志远抢了过来。但是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4年以后我会跟徐志远结婚，因为他根本不是我心目中未来的丈夫人选，他根本不够格。
在后面的4年时间里，我都在偷偷地重新物色人选。我凭借自己一脸甜美无辜的形象，频繁出入在各种交际酒局上，推杯换盏间，观察着任何一个可能成为我目标的男人。大部分时间，我都能得心应手地处理着这些事，但是总有那么几次，我也不胜酒力地醉了过去。然后我怀孕了，并且我不知道怀的是谁的孩子。我真的不记得是哪次酒后的情不由己，跟酒局上的哪个富二代还是小鲜肉了。我知道这个孩子不能留，但我心疼这个意外出现的小生命。他在我的肚子里一天天长大，仅仅是1个多月的时间，我就有了孕吐反应。他是这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身体和生命里，好像是在努力地告诉我，他想活下来，他想长大。在每一天我为他的出现所烦恼的时候，他都在顽强地生长着，用他微弱的力量做着一丝丝反抗。终于，再一次孕吐结束，我喘着粗气瘫坐在马桶旁边，摸着小腹默默流泪。我想留下我的孩子，我不想让他跟他的妈妈一样，变成没人要的可怜东西。思索再三，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而徐志远就是最好的人选。反正以后孩子一辈子都会叫他爸爸，是不是他亲生的有什么关系？说不定没有他的基因，孩子还能更漂亮些。我不禁苦笑，苦心筹划这么多年，在各种场合用尽手段把自己推销出去，最后却还是不得不跟徐志远结婚。谈恋爱的4年，徐志远无数次提出想带我回家，把婚事定下来，都被我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所以当听说我怀孕想结婚的时候，他开心了很久，兴奋地跟我计划未来。我没什么兴致跟他计划，也没兴致应付他家里人，只是催促着让他跟我领证，还颇为体贴地跟他说不用办婚礼，让他省点钱以后一起经营我们的小家。自然是不用办婚礼的。跟我在婚礼上热泪盈眶地说我愿意，然后交换戒指的人应该是我喜欢的人，而不是他徐志远。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在刚满3个月的时候，我意外流产了。我觉得上天跟我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骑虎难下的我只能认命。直到现在，秦子阳再次出现了，我的孩子也出现了，我很满意。我跟秦子阳的孩子一定是很好看的。漫长的回忆结束，我欣慰地摸了摸自己的小腹。我再一次去到秦家给圆圆上课的时候，告诉了秦子阳我怀孕的消息。他正吻着我的脖子，突然停了下来。那怎么办？这个孩子不能要啊！我料到他会是这个反应，不紧不慢地说：子阳，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儿子吗？圆圆都这么大了，你老婆的肚子也没个动静，你真舍得不要这个孩子吗？秦子阳听了我的话，默不作声。我应该是说中了他的心事，于是继续说：你现在已经完全接管公司了，你爸妈那边奈何不了你的。圆圆也这么喜欢我，我以后会把圆圆当自己的孩子的。至于圆圆妈妈，随便给点钱打发一下就是了。你说过，他家也是普通家庭，父母都只是老师而已，也威胁不到你什么。秦子阳听闻我的话，叹了口气，说道：你让我考虑一下吧。我见他有所动摇，便继续加大力度。现在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你抓紧时间，随便找个理由跟他离婚，不然等他反应过来，发现了什么，抓到你的错处，你要给的钱可就多了。你这么聪明，一定能想到这点吧？秦子阳似乎是被我说动了，半晌不语，在思考什么，然后低低地回复了我一句：我满意的笑了，然后起身下楼，走出了秦家大门。夜色中，离开几步的我停了下来，转身再一次细细打量起这栋别墅。卧室的窗帘太丑了，得全部换掉才行。我喃喃道。我辞去了舞蹈老师的工作，在家专心养胎，但是圆圆的课我还是照常去上。徐志远只以为孩子是他的，非常支持我，甚至还专门请假回来给我炖补品吃。看着他在厨房忙碌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有些可怜他，真是可惜了，爱了我这么多年，最后还是得不到我的心。但是这丝愧疚只在我心里停留了1秒钟。做人啊，就是得之去，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该奢望，你说是吧，秦太太？我在心里默默说道，脸上抑制不住的神情得意。然后我对徐志远说道：志远啊，你别忙活了，我马上去给圆圆上课了。不等他回答我，我便神采奕奕地出了门。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上课我会出事。在我跟秦子阳一番拨云聊语之后下楼时，我滑倒摔下了楼，小腹硬生生撞到了楼梯边的一个花盆上。跟疼痛一起来的，还有2腿间的一股热流。哎呀，佳佳老师，你怎么会从楼上摔下来啊？张姨的惊呼在宽敞的别墅回荡着。我两眼一黑，晕了过去。我又流产了，比之前那次更加严重。动完手术后，医生建议我留院观察，避免出现术后大出血的情况。按医生的话说，这次流产的伤害太大，我可能以后都很难再怀孕。
我听到这话的时候，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病房里嚎啕大哭起来。可怜我肚子里还未出世的孩子，也可怜我自己。这下我跟秦子阳的事基本算是黄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有徐志远啊，幸好我给自己留了后路。徐志远在知道我流产以后，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在病房照顾我的时候，经常是几个小时也不跟我说一句话。他很喜欢小孩，很渴望跟我有个孩子，现在这样，他也很难过。在病房里照顾了我3天以后，我们出了院。回到家，我瘫倒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叫徐志远给我倒杯水。徐志远却像没听见一样，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正准备发火，徐志远却先开了口：“我们离婚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迟疑着问：“徐志远，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徐志远出乎意料的平静。我说：“我们离婚吧。”他加重了语气，再也不像以前对我唯唯诺诺的样子。我现在流产了，你就要跟我离婚？我怀的是你的骨肉啊，你怎么能这么没有良心？我觉得他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被悲伤冲昏了头脑，于是便马上装出一副委屈可怜的样子，眼角还落下几滴泪来。可谁知徐志远冷哼一声：“沈佳佳，别装了，你的把戏我看腻了。”听到徐志远的话，我一下愣住了。不可能啊，徐志远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一时之间，我满脸的委屈变成了惊讶。徐志远接着说：“我的骨肉，你问问自己，是我的骨肉吗？你不会真以为我看不懂报告单上的天数吧？之前做完妊娠检查，我跟他说过这个天数有时候出现不准确的情况，只能信个大概。可是他那个时候是信了我的话的呀，而且2年前那个孩子，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他也信了呀。这2年他都非常坚定相信我呀，他怎么会突然变聪明了呢？”这个时候我不能自乱阵脚，于是哽咽着说道：“老公，你是不是听了谁的挑拨离间啊？我怎么会骗你呢？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这么爱你，你都知道的呀。”徐志远一向被我拿捏，哪怕是现在他不信，只要我稍微再可怜委屈一点，再哭得梨花带雨一点，他一定会信的。但是此时的徐志远的语气异常冰冷，肥大的脸上透着一股狠戾：“沈佳佳，你真的以为自己很高明吗？这么多年，你不过是把我当条狗。”他面若冰霜地将一张照片扔到地上，照片上我和秦子阳正缠绵在一起。一瞬间，我呆愣在了原地。这个照片背景是在秦家，徐志远为什么会有这照片？你还想看别的吗？类似的照片我手上多的是，还有尺度更大的。我一下子慌了神。志远，你听我说，是他强迫我的，是他非要……不等我说完话，徐志远烦躁地打断我：“够了，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屁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我要跟你离婚。还有，我限你明晚之前搬出我的房子，我不想再见到你。”我更加慌乱，再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一下子哀嚎着跪在徐志远面前：“志远，不要这么对我呀，志远，我知道错了。志远，在你这么爱我，你不会这么狠心的，对不对？我刚出院，身体还这么虚弱，你不要离开我，不能这么对我呀。”我从来没看见过徐志远这种神情，他让我感到陌生，感到恐惧。我害怕的五官扭曲在一起，痛哭流涕，紧紧抱住他的大腿。徐志远皱着眉一脚踢开我，厌恶的神情像是在嫌弃一个垃圾。明天晚上7点前，你必须离开，否则我就把你的那一堆破烂跟你一起扔出去。离开前，他背对着我说道，然后重重地关上房门。我看着他离开的方向，呆若木鸡，觉得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噩梦。我赶紧给秦子阳发去信息，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可是迎接我的只有一个消息拒收的提示：“沈佳佳呀，你苦心谋划这么多，却到底是输了个彻底，血本无归。”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憔悴苍白，双眼黯淡无神，失去了往日的灵动光彩，一无是处。我瘫软在地。徐志远因我看着沈佳佳脸上的表情，从委屈难过变成一脸惊愕，我觉得很痛快。到后来，他惊慌失措地过来抱住我的大腿，痛哭着求我不要离开他，然后我一脚将他踢开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痛快。那种痛快是徒手捏碎玻璃，疼痛从手心传来，鲜血滴答淌下，人在清醒中痛到颤抖的痛快。所谓女神，也不过如此。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很清醒，清醒地骗着自己，沈佳佳总有一天会属于我，哪怕她心里还有别人，至少她的身体完全属于我。她的人和她的心，我总要得到一个，不是吗？我并不是他以为的穷小子。我的父母是农民不假，可是我们家有好几个农场，在老家是很有名的农村企业。与传统印象里农民的质朴单纯不同，我的父母精明强干，对我的教育亦是如此。
我从小就会伪装自己，不管是家事或是情绪，我都不会轻易让别人知晓。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他从不关心我。就算是我短短2天内给他筹够了他奶奶近0万的治疗费，他依旧不关心我。就算是我拿着微薄的工资，却能凑够100来万的首付的时候，他也不关心我。他一直以为他自己很聪明，但是如果他愿意仔细想想，并不难发现，他身边最有钱的人是我。这么多年，他如果愿意跟我回一趟家，他早就过上梦想中阔太太的生活了。什么包，什么跑车，什么别墅，只要他想要，我都可以给他。我只是一直在等他，等他有一天能够用真心对我，哪怕就一些些，一点点就够了。但是没有，丝毫没有。其实这也没关系，因为我喜欢上她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是个爱慕虚荣、演技优秀的女人。可是我觉得她真实，她虚荣得很真实。她明明是一只野猫，却装出家猫的温顺乖巧，为了一点好处便摇尾讨好。只有我能看到，她把野心写在心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扮演任何角色，可以做任何事。我喜欢她这样不择手段，就像在拆散我跟我前女友的时候那样。我看着她为了得到我，跟琪琪以姐妹相称，交换微信，做了闺蜜，看着她阴招用尽挑拨我跟琪琪的关系。我不拆穿她，默许她的表演，享受她的表演，甚至愿意多给她几次表演的机会。所以我故意在下大雨时说我生病了，不给琪琪送伞，故意在琪琪面试失败的时候还责怪她准备不够充分，故意给共同认识的美女学姐自拍点赞，留下些暧昧不清的评论，还责怪琪琪是嫉妒心作祟，然后我就可以尽情享受沈佳佳的表演。我喜欢看她灵动单纯的双眼下隐隐透出的狡黠，喜欢看她满脸天真无辜，背地里却机关算尽。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尽管在我眼里，她的招数并不高明。等到时间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落幕了，我跟琪琪提了分手，然后约了沈佳佳跟她一起谢幕。多浪漫啊！这是她第一次为我一个人而言。她自以为是猎人，却心甘情愿地掉进我这样舔狗的陷阱。可是好景不长，她很快就不再围着我转了。我劝自己没关系，一生很长，我只要愿意等她，她一定会改的。就算是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让我给她接盘也没关系，毕竟她最后能想到的最好的接盘人选是我。所以我依旧是欣喜若狂地跟她结了婚。但是那个孩子我不想要，孩子那会还不满3个月，最容易出意外的时候也最好处理。我只需要在他每天的饮食里加一些料就行了，在给他准备的爱心午餐里，在我们每天的晚饭里，在每一次给他炖的补品里。这个过程还是有些费劲的，我查了很多资料，开始非常小心，剂量很小，后来发现好像没什么用，就加大了剂量。反正聪明的佳佳是不会怀疑到我头上的。然后我成功了，我知道我跟沈佳佳幸福的生活开始了。婚后的2年，她踏踏实实的在我身边，那些苍蝇终于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我不确定她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但是我可以确定她的身体已经完全属于我。所以我回了趟老家，看望父母，打理产业的同时，偷偷回来买了一套别墅。那天我接他下班的时候，看到了擦肩而过的秦子阳，我心里有些不安，我怕他跟秦子阳旧情复燃，所以这套别墅我买在了秦子阳家旁边，更大也更豪华。我不要我的老婆羡慕别人的生活。就在我准备了玫瑰花，想给她惊喜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包，一个新款的包，就算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我有些明白了，却还是对他抱有一丝希望。只是一个包而已呀，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而且他还有意的在弥补对我的亏欠，穿蕾丝睡裙犒劳了我呀，我应该要相信他。然后沈佳佳又怀孕了，化验单上的怀孕天数像针一样扎着我的眼。2年前一样的说辞，我又听了一遍。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跟2年前一样选择相信他呀。我只能跟2年前一样，给他好好做饭，给他好好炖补品啊。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处理得更加熟练。不过这次我真的要给他一个惊喜了，送他一个离婚加扫地出门的套餐吧。沈佳佳，你也当了几年的影后了，这次得换我了。就在我期待着，算着时间，什么时间她大概会流产的时候，沈佳佳却摔跤了。这么帮我忙，老天爷开眼了吗？我顾不上想太多了，我只能接受来自命运的馈赠。在走出跟沈佳佳结婚的用那个小房子的时候，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然后开着我的新买的跑车扬长而去。听着车上百灵之声的音响里突然放出的奔向未来的日子，我却突然有些感伤。这首歌是琪琪最喜欢的，当年琪琪那么喜欢我，
我却利用了他。现在想来，真是不该为了沈佳佳去伤害琪琪。沈佳佳投入秦子阳怀抱以后，我一度有些消沉，是琪琪带我走出了那一段消沉的时光。琪琪很单纯，单纯的有些傻。我只用了1个礼拜就追到了他，而我追他的原因只有一个，他的全名叫沈佳琪。沈佳琪意我叫沈佳琪，是徐志远的前女友，也是扔到人群中最不起眼的女孩。父母从小严格的教育，让我很有自知之明，所以也没有指望过上大学能谈恋爱。相貌这种东西是恋爱关系开始的必要条件，没有人会透过我肥胖的身体看到我美丽的心灵。直到我在大4的毕业生联欢会上收到了徐志远的情书，一封寥寥几行的情书，字迹是那样的潇洒有力。我一下心跳加速，难道我的春天终于来了吗？于是没有多久，我就跟同样也是胖胖的徐志远在一起了。2个胖子在一起太快乐了，该吃吃，该睡睡，谁也不嫌弃谁。可是在一起没有几个月，我突然发现徐志远开始突然忙碌起来，不再有时间跟我约会。本来我以为是因为毕业了，大家都忙着找工作，想着找个合适的机会跟徐志远好好聊聊。徐志远却突然告诉我，他以前追了很久的一个女孩子要请我们吃饭。我心里感觉憋屈，但说不上来是为什么。明明他很坦诚地告诉了我，这个女孩他曾经追了很久，而且吃饭也是带着我一起，可我还是憋屈。等到吃饭那天，我才豁然开朗，原来是那个女孩要感谢徐志远帮她凑够了奶奶的治疗费，特地请我们吃饭的。看来她并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心机女孩，她很坦荡，还很照顾我的感受，那多一个朋友也没什么不好的。她见到我的时候，很热情地挽过我的手，叫我琪琪，很显然知道我的名字，但是我却小心眼的没有问徐志远他的名字。我叫沈佳佳，琪琪，你叫我佳佳就好啦。沈佳佳大方地介绍着自己，笑容开朗甜美。我为我之前的小肚鸡肠感觉到有些不好意思，再加上她的名字跟我就差一个字，我觉得很投缘，所以更加喜欢她。聊到兴趣相投之时，沈佳佳将徐志远赶到对面，和我坐在了一起，加了我的微信。姐妹，我真应该早点认识你，我也很开心，又多了一个姐妹。我原本以为我跟徐志远之间的误会通过这顿愉快的饭局已经解开了，可是我后来却越来越发现他不像以前那样爱我了。我很慌张，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并努力地想维持这段关系，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于是我想到了沈佳佳，我跟沈佳佳说了很多事，很多小细节，我想她跟徐志远认识那么久，肯定很了解他，肯定可以帮我分析出来。但最后分析到最后，我的心越来越冷，徐志远真的不爱我了。我很难过，自己的第一次恋爱是以这种结局收场，但还是要接受现实，于是跟徐志远提出了分手。每当回忆起跟徐志远恋爱这几个月的时光，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心里的消沉情绪。以往相处时甜蜜的画面像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一遍遍回放，我难过却无力，整日郁郁寡欢。让我最没想到的是，分手没几天，徐志远竟然跟沈佳佳在一起了。我只感觉到五雷轰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是跟我朝夕相处，曾经恩爱甜蜜的男朋友，另一个是尽心尽力听我诉苦的好朋友。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呢？难道从头到尾徐志远都只是在利用我来让沈佳佳吃醋吗？难道我只是一个在他们中间走了遍过场的跳梁小丑吗？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只觉得痛苦到窒息。心中深藏的自卑感此时像决堤洪水般喷涌而出，我几近疯狂地狠狠搓洗着身上那些怎么也甩不掉的赘肉。一个个阳光明媚的天气里，我却如过街老鼠般将自己包裹严实地穿梭在心理咨询工作室和家之间。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过成这个样。又是一个哭到上气不接下气的深夜，我强逼着自己冷静下来，去卫生间洗脸。冰冷的自来水覆盖到脸颊的那一刻，我终于想通了。不值得去为已经过去的事烦神，我要做的应该是考虑怎么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我换了手机号码，重新注册了社交账号，不再去关注他们俩的动态。我下定决心改变自己，首先就是外貌。我开始跑步、健身，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开始研究护肤、化妆。几个月后，一张杏眼红唇的脸重新出现在镜子中。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瘦下来后，我的眉眼特别笑似沈佳佳。但这次，我终于可以放下过去，重新生活。新生活的开始伴随着一个意外惊喜。我爸爸的老同学有意撮合我跟他儿子，而这个男生实在是太过优秀了。且不说他殷实的家底，光是他站在那里就已经足够耀眼。幸好，此时的我随着外表的提升，对自己也更加自信。我们在家人的助攻下，成功走到了一起，过了不到1年就喜结连理。
我比划着我们卧室的床头上方的位置。子阳，你说婚纱照挂这里好不好？秦子阳宠溺地从身后抱住我。好呀，你喜欢就什么都好。我想幸福不过是这样了，简简单单，安安稳稳。至少在没有听到秦子阳跟他同学说的那些话之前，我都是这样幸福的。在我们女儿的百日宴结束后，秦子阳叫着几个好久不见的大学时的好兄弟到家里继续喝一点。他很久没这么开心了，见他兴致这么高，我也很开心，给他们拿出几瓶上好的红酒，跟着张姨帮他们准备小吃和水果。可就在我给他们送吃食的时候，我却隐约听到了一些奇怪的话，好像是在说秦子阳的前女友。他的几个兄弟看到我出现，纷纷意味不明地笑起来。刚刚聊得热火朝天的几人，却瞬间不再说话。我觉得不对劲，可能是因为经历过沈佳佳和徐志远的事以后，我有些敏感，明明知道应该给秦子阳一些个人空间，但是心里的不安却抑制不住。我回到厨房，思考了片刻。当我再次去给他们送果盘时，袖子里已经揣了一支录音笔。我自然地在秦子阳身边坐下，招呼着大家吃吃喝喝，不要客气，然后趁没人注意，将袖子里的录音笔塞进沙发缝隙中。又过了一会，我站起身，跟他们说我困了，先去休息了，让大家玩得开心，便离开了娱乐室。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回到房间里，手还在控制不住的颤抖。不过他们都喝得有些上头，并没有太在意我，我应该是没有让他们看出破绽。深夜送走了那些人以后，秦子阳带着一身酒气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根本没有注意到床上的我还没有睡着。秦子阳均匀的鼾声响起，我偷偷起身下了楼。我已经等不及要听他们的聊天内容了。录音笔质量还不错，虽然被塞在沙发里，但是聊天的内容还是可以听得七七八八。躲在储物室，我按下播放按钮，我仔细地听着，心越听越冷。老秦，你老婆不仅名字跟沈佳佳像，连长得都有点像啊，你不会就是照着沈佳佳的样子找的吧？不是，他爸跟我爸是老同学，我刚见他的时候也感觉像，但是时间久了就觉得不像了。应该说，除了名字和长相，别的地方完全不能比。一片哄笑中，有人起哄让秦子阳具体说说。你们这些老司机还不懂我说的是什么吗？我老婆太无趣了，我也很烦恼。生了女儿以后，我对她更没兴趣了。说起来确实是很怀念沈佳佳，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又是一片哄笑，这次的笑声中还夹着一些猥琐的唏嘘声。听到这里，曾经的窒息无力感再一次向我袭来，我泣不成声。沈佳佳，为什么又是你？你就这么阴魂不散吗？以前抢走了徐志远，现在连我的老公都对你念念不忘，难道我这辈子都只能做你的替身吗？我不甘心。知道聊天内容以后的我，又开始变得沉默，每天郁郁寡欢。